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e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一期拖了很久的视频，就是我的爱马仕包包合集。很早之前就有小伙伴点名看这个主题，我自己也已经有2年没有进过爱马仕的大门了，早该来总结一下。那现在来录这期视频，也可以以一个坑外人的角度，用比较清醒的视角来分享我的每一只爱马仕包包，包括它们的使用频率和优缺点。那今天这期视频也想顺便来和大家分享我现在的 wish list 上还有哪些爱马仕的包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今天我想按照每一只包大概的使用频率，从高到低的顺序来说，可能一些细节就照顾不到了，比如是什么皮质，具体容量有多大。大家如果对某一只包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我的爱马仕视频合集里找。除了那个 Her Bag 买的比较早，没有录过视频之外，其他每只包都有详细的开箱视频。那今天就以分享使用感受为主。要说利用率最高的一个包，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款 Mini Bolide。它是自带肩带的，而且肩带可以拆卸，所以既可以手拎，也可以肩背。那出门如果可以肩背解放双手的话，就更加的方便。这也是我爱用这个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而且这款包它整体的造型是很简约低调的，如果不熟悉爱马仕的人可能都不认识这个包。然后我也不喜欢身上每一件单品都有很强的品牌辨识度，所以我也挺喜欢背这款低调的包出门。那它的款式又是很简约，非常的百搭，再加上它是白色的，就更加的百搭。夏天基本穿什么搭这个包都可以，不知道搭什么包的时候就选它准没错。而且它是 Jenny 的同款， Jenny 也有一个白色的 Mini Bolide，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色号，我这个是01号纯白。那几年用下来，我觉得它的状态保持的还是蛮好的。手柄会有一些使用痕迹，因为我经常懒得绑推力，就直接这样拎出门，难免会有一点脏，但是包身的状态保持的还是蛮好的。那有人会担心白色的包会不会有发黄的问题，那我现在这样看上去觉得它并没有发黄，而且跟我的白衬衫比它也没有黄掉。当然我没把它和一个全新的包摆在一起做直观的对比，但是我现在这样看上去觉得它的状态还是蛮好的。但是这个包有一个 bug， 它的肩带是挂在手柄内侧的，装上肩带之后，在使用过程中肩带和手柄之间会摩擦，产生一些黑色的印记。但这个是正常使用的痕迹，而且是在手柄内侧，外面看不出来，所以我是可以接受的，并没有非常介意。那如果你介意这个问题的话，建议这款包选深色的，这样手柄脏了也不容易看出来。那这个包看上去虽然小，但是是可以放下手机的，它的容量是够用的，就是出门必备的基本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，而且自重也很轻。那它这个贝壳包的形状加上拉链的设计，在开关上肯定要一手扶着包，一手拉链，不能单手操作，但是这个拉链还是蛮顺畅的。所以虽然它不是说那么的方便，但是我觉得整体使用感还是很好，很爱用的。那 Mini Bolide 也是我现在仍然希望有机会能再多收一个颜色，再收一个深色的话，在其他季节也更好搭配。听说现在 Mini Bolide 更好买了， walk-in 甚至零配都可以买到。那我当时买这只包还是等了蛮久的，而且有很多配货用在了这个包上。还有这2个带肩带的小包也都是我爱用的，特别是刚买回来那2年用的就更多。一个 Constance 康康，一个 Rulis 猪鼻子包，都是 mini 的 size。那它们都是这种方方正正的小包，都是自带肩带，并且肩带不能拆卸。它们也都是金刚色，一个大象灰，一个金棕色，配的都是银扣走白线，就很休闲的感觉。那经常有人问我这2款包更推荐哪个，其实它们在我这儿最主要的还是颜色上的区别。我选择背哪款包出门完全取决于哪个包和我当天的穿搭颜色上更搭。那它们的包型大小都差不多，容量也差不多。从侧面来看，猪鼻子包会更厚一点，而且猪鼻子包后面还有一个插袋可以放手机。但如果仅就出门带的基本东西来说，其实它们在容量上的差别并不大。那如果非要2选1的话，我可能更喜欢猪鼻子包，因为它的设计更特别，更低调一些。康康的大 H 扣还是相当高调的，
不过这也是爱马仕的经典款，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。而且这个 H 扣还蛮好用的，可以这样单手操作。虽然刚买回来的新包这个包扣会有一点紧，但是越用越顺手，越用越好用，开关都非常的方便。那这个 H 扣虽然会收集指纹，会有一些划痕，但是并不严重，它还是很亮的。像这个猪鼻子包，我刚才发现它的5金银扣明显氧化发污了，我拿擦印布擦过之后才又亮了。这个大 H 扣就没有这个问题。那总之这2款包都是这种方正的豆腐包，虽然这2年这种包型没有那么流行，但毕竟是经典款，而且又自带肩带，用起来很方便。那这2款包我都很喜欢。然后就是 Birkin 啦，我有2只，一只金棕色，一只黑色，都是 Togo 皮25的 size。其实黑色这只配的是玫瑰金扣，但这么多年用下来，它已经明显氧化成了一个金扣，甚至比金扣要更黄。我刚才拿擦印布擦半天，擦出这个效果，就是一个金扣的样子。所以大家也不必执着于玫瑰金扣，玫瑰金扣就是刚一买回来是很浅的、很柔和的玫瑰金颜色，用时间长了，最终归宿还是金扣。那 Birkin 和 Kelly 相比，我会更喜欢 Birkin 的包型，我也很喜欢这种长口的背法，双手柄加这种长口的样式，就是很随性的感觉。那我这2个 Birkin 都是25的 size， 我觉得也是很合适的尺寸，一个是更适合我的身高，再有这个大小对于日常出门来说容量已经足够了。那如果再大一号30的话会更大气，也更适合挎在手腕上，但是我不需要背那么多东西，不需要带那么大的包出门，而且再大一号也会更重，拿着就更累。那如果把我日常视频里边的穿搭也都算进去的话，其实所有爱马仕包里我利用率最高的是这个黑色的 Birkin。所以如果你只想买一个爱马仕经典款包包，或者再想第一个 Cotta 包拿哪个的话，我会更推荐黑色的 Birkin。虽然金棕色仍然是3大金刚色里我觉得最美的，但是从搭配性还有使用季节来说，还是黑色的 Birkin 更百搭，利用率更高。不过讲真，我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用 Birkin 了，还是没有什么场合，毕竟是爱马仕最经典的款式，还是太高调了。那我上班肯定不想背这么好的包，有的时候逛街啊，出去吃饭会选 Birkin， 但是如果我知道我今天要出门一整天拎着包的话，我会因为 Birkin 没有肩带而放弃。那不管怎么说，虽然现在用的比较少了， Birkin 仍然是爱马仕所有包型里我最喜欢的一款。菜篮子也是我周末经常背的一款包，虽然它没有肩带，但是可以很方便挎在胳膊上，这个包型也是很随性休闲的。背这个爱马仕去买菜也不觉得违和，但如果背 Birkin Kelly 去买菜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夸张的。那这个菜篮子也是我第一个大象灰的包包，我曾经一度因为有太多大象灰的包而想把这个大象灰转出去，换成一个颜色更鲜艳的菜篮子，但最终我还是决定把它留下，毕竟金刚色经典色还是很耐看的。然后菜篮子用的是 Clemens 皮，就非常的软。我一开始只用包包自带的填充，就是那个 airbag， 结果很快它就塌得不成样子了。那你可以买一个专门的包撑，把包的每一面都撑起来。如果不想买的话，也可以像我一样用一些不要的小件的衣服啊、袜子啊，把每一个角都填满，给它撑满，这个包的形状很快也就能恢复了。然后是这只 Kelly， 虽然 Kelly 包是带肩带的，但是这个包在我这儿的利用率没有那么高。它是28的尺寸，Togo 皮内缝大象灰配金扣。那虽然28在我身上不会显得那么大，但还是更适合秋冬搭配大衣外套来穿，效果更好。而且大象灰配金扣是一个很暖的色调，在春夏用就没有那么清爽，所以这只包还是更适合秋冬。我有一次冬季旅行背的这个包，感觉还挺不错的。首先它好看，然后容量也够用，背着也很顺手，可以手拎或者挎在胳膊上，也可以肩背。但是日常生活中我用这个 Kelly 比较少，一个可能大小有点太大之外，我还觉得这个包扣有一点麻烦。当然没有人会把爱马仕的包所有的扣都扣好来背，但是这个 Birkin 吧，
把包扣打开之后，它是一个长口的样式，就是比较随性的感觉。Kelly 呢，它是有一个翻盖的，我个人是不喜欢把它这样长口来背，就有一点太过于随性了。我还是喜欢把这个盖儿稍微扣一下，但是这个锁眼呢比较小，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麻烦。而且Kelly包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会塌掉。我平时是把它这样平躺着放在盒子里，时间长了拿出来还是会塌。那 Birkin 我的收纳方式是一样的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一个是 Birkin 的尺寸更小一点，然后可能因为它是这种双手柄的包型，就不会有塌掉的问题。然后是我在爱马仕买的最后一只包，这款 Kelly Pochette Mini Kelly 1代，是一个很难拿的款式，所以我还是很满意的。它的颜色是基于云灰配银扣 Swift 皮，是一个很清冷帅气的感觉，特别是和这些大象灰相比，它是一个很干净年轻的时髦感。虽然都是中性色，但是在这些爱马仕包里，它还是一个很醒目的存在。那这款包肯定是不日常啦，它是比较小的方方正正的 pochette 包型，比较 dressy 的感觉，只能手拎，没有肩带，但是它的容量还可以，是能放下手机的，所以有时候逛街想特别打扮一下的话，会背这只包，而且拎这只包出门，特别是逛街的话，可以很清楚地彰显你的消费能力，尤其逛名牌店的话，会被 sales 格外关注。那这个包的皮质 Swift 皮手感非常的舒服，这也让我在用它的时候不自觉的会有一点小心翼翼，但是几次用下来状态还是不错的，并没有划痕。这个包的皮质比我想象的要更耐用。今天要说的最后一只包是我买的第一个爱马仕包包，这款 Herbag。这个包还是我入坑爱马仕之前帮朋友配货买的，当年 Herbag 还是可以当做配货的。那我已经有很多年没用过这个包了，特别是有了 Birkin Kelly 之后，真的很难再想起来用这只包。但我觉得 Herbag 是好看的，它很像 Kelly 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包从颜色到大小都是非常适合秋冬，也是很中性的一款包。那这个包我之前旅行也有背过，首先是很好看很帅气的，然后容量也很大，但是它的重量还是蛮重的，虽然是帆布包，但是皮质非常的厚实硬挺，5斤也是很扎实的。讲真，我当时入这只包觉得虽然它是帆布的，但是这个皮质5斤什么的用料也太好了吧，感觉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，但是确实是自重有点重，而且这个包扣开关就不是很方便。那和 Kelly 包一样，这个包我平时就会这样简单的扣一下，但因为它的皮质很厚很硬，所以其实这个动作都是有一点费力的，而且这个皮质非常容易有划痕。我这个包的包扣四周有很多划痕，然后背面还有一道长长的划痕，所以这个皮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改进啊，但这个皮质确实是很容易有划痕。那这个包我虽然很久没用了，但是也没有想把它出掉。其实现在大包又流行回来了，这款包还是蛮帅气的，加一个包挂提亮一下，在秋冬背还是很好看的。以上就是我的爱马仕包包 collection 了，我对这个战果还是非常满意的， BKC 都有了，我喜欢的包型也都有了，而且都是中性百搭的颜色，很多金刚色，非常保值，然后当年入手的时候配比也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我现在对爱马仕的包没有特别强烈急迫的愿望，但愿望清单上还是有一些爱马仕的包还是有一些遗憾的，比如 Birkin 的话，我会想再入一个银扣的，我现在2个 Birkin 都是金扣的，银扣的话会更加的清爽。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帆布拼皮的 Birkin， 那个款式我长草很久了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更休闲的感觉。然后 Kelly 的话，我当然想再有一个25的大小。我之前的 wish list 上第1名是 Kelly 25 Epsom 皮奶昔白，但我现在清楚的知道，即便入了那个包，我也几乎不会用，因为外缝的 Kelly 太过优雅，太过显得正式。
基本上没有什么场合用，所以我现在更想要的 Kelly 是25内缝 Togo 皮，那这个小一点的尺寸在日常的利用率可能会更高一些。然后就是刚才提到的 Mini Bolide， 我想再入一个深色的，适合秋冬用。其实 Mini Kelly 2代我没有很长草，一个是配比太高了，再有虽然有肩带背上去挺方便的，但是容量小，放不下手机，而且它的包型也是很硬挺的，比较 dressy 一点，我觉得日常的利用率也是蛮低的。而且我已经有 Mini Kelly 1代了，所以对2代也没有非常强烈的向往。所以我现在collection 已经很满意了，还想要的其他包也是抱着一个非常佛系的态度，具体想要什么颜色也还没有很明确的想法。然后我也是不想再去店里配货了。我虽然有时候看到大家买的一些配货呀，一些新入的包包，我还是很喜欢，很有冲动去店里，但我只要一想到还要和SA 去周旋，然后去想我买什么配货，我配多少，配够了没有，是不是配超了，然后要等多久，他会不会给我想要的包，我会觉得这一切太心累了，花个钱也太累了，我再也不想回到那种状态了。而且我现在对其他的爱马仕包也没有那么迫切的愿望，所以想看一下二手市场吧。之后如果有机会去日本的话，看一下当地的古着店能不能碰到我喜欢的颜色和款式。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喜欢这期视频请给我点个赞，然后也祝愿还在养马的小伙伴早日拿到自己心仪的包包。那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